如果你手里只有现金，跟股市八竿子打不着，那今天这件事可能真的跟你没什么关系。但只要你账户里有美股，有英伟达，哪怕你只是买了一只标普500的指数基金，你都绕不开它，因为英伟达就躺在那只基金里。我把这次发债的 SEC 文件，还有3大评级机构最新的报告，从头到尾翻了一遍。我要在最开头就告诉你，英伟达这2天借的这200亿，跟你口袋里的钱有直接关系。现在全网都在问一个问题，英伟达是不是也缺钱了？ AI 是不是要见顶了？连老黄都开始借钱了。我看完这些文件，第一个念头是，这些人可能把这件事彻底的看反了。我给你一个数字，英伟达上一个季度自由现金流接近490亿美元，一个季度490亿，这笔钱比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全年的总营收还要多。就是这么一家钱多到花不完的公司，转身跑到市场上张口借了200亿。朋友们，一家不缺钱的公司主动给自己背上债，这件事本身就不寻常。这笔债不是虚弱的信号，它是英伟达把自己的那条护城河直接拿到金融市场上变现的一次精算，而且精到了小数点后面。今天这期我带你一层一层的把它拆开，拆完你就明白，最值钱的不是他借了多少钱，而是华尔街愿意用什么价格把钱借给他，那个价格比英伟达的股价诚实得多。我们先把这笔债长什么样说清楚。英伟达这次的目标是至少融200亿，承销的是高盛、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华尔街最顶的3家投行一起上。这笔债切成了7个档，最短的2年，最长的整整30年。光看数字你没感觉，我给你找个参照。英伟达上一次借钱是2021年6月，5年前那一次他只借了50亿，这一次直接翻了4倍。更有意思的是借钱的价格，5年前那次他借30年的钱，要在国债之上多付大约 2.2个百分点的利息，这一次同样是30年，他只要多付 0.9个百分点。5年时间借钱的成本被砍掉了一大半，这说明什么？说明市场对他的信任这5年涨了一大截。还有一个反常的地方，他账上现在的债其实少得可怜。根据最新一季财报，截止今年4月，英伟达还没还的债券加在一起总共才85亿。你没听错，85亿。他这一次一把要借的钱是他现有全部债务的2倍还多。一个不缺钱几乎没债的公司突然要借一笔旧债2倍的钱，这就好比一个月薪几十万名下没有贷款的人突然跑去银行办了一笔大额的抵押贷，你的第一反应一定是他不是缺钱，他是想拿这笔钱去干一件特别划算的事。那这笔钱他到底要去干什么呢？你要是以为是去扩张去盖厂，那就把它想简单了。钱的真正去向比扩张这2个字反常的多。我们接着看，要看懂这笔钱得先看懂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是整件事里最锋利的一刀， 0.9个百分点。这是市场给英伟达那档30年期债券开出的风险溢价，专业一点叫信用利差，也就是90个基点。意思是在同样30年的国债利率之上，英伟达只要多付 0.9个百分点就能把钱借到手。90个基点听着干巴巴，我得让你知道它有多夸张。你先得明白一家公司的信用是怎么打分的。全球就3家评级机构，标普、穆迪、惠誉，他们干的事就是评估一家公司
有多大的概率还不上钱，评级越高，公司越不可能倒，借钱给他就越安全，他借钱的成本就越低。那英伟达是什么段位呢？就在发债前几天，6月11号，标普刚把它从 AA 减上调到了2个 A。年初的时候，穆迪给的是 AA 减，仅次于最高一档。至于惠誉，2021年就主动退出，不评了。你要知道，一家芯片公司能拿到这种段位，本身就不寻常。芯片这行历来被认为有周期，今天供不应求，明天可能就库存爆仓。这种行业的公司通常很难拿到顶级评级。可英伟达硬是挤进了全球极少数顶级的蓝筹的小圈子。有了这个段位，我们来算它借钱的真实成本。6月12号，30年国债收益率是 4.97%， 差不多 5%， 加上那 0.9 个点，英伟达锁定30年的成本大概是 5.87%， 能用不到 6% 的固定利率锁住一笔巨款整整30年。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它在债市里的定价权有多硬。但真正震撼的是把它放进同行里比一比。先看微软，微软是全世界极少数3家机构都给到最高的3个 A 的公司，它的债几乎被当成国债的替身。微软2021年发了一笔31年期债，利差只有82个基点。它在二级市场的30年老债，利差甚至压到过49个基点。为什么这么低呢？因为微软的营业利润能覆盖它的利息支出超过53倍。53倍啊，这是一种近乎变态的健康。微软的3个 A 是天花板，英伟达暂时够不到，但接下来这个对比才是今天真正的炸点。我们看苹果，苹果现在的穆迪 AA 减，标普 AA 加，跟英伟达基本是同一个段位的同班同学。苹果手上上千亿现金，常年发债，最有可比性。苹果最近几年发的30年期债，利差大致落在95到105个基点这个期间。现在你把英伟达的90个基点摆到苹果这个期间的下面，看明白了吗？英伟达30年债的利差比同段位的苹果还要再低5到15个基点。这句话翻译成人话就是，华尔街那帮最精明的债券玩家愿意借钱给英伟达整整30年，而他们要英伟达付的风险补偿竟然比要苹果付的还要少。在他们眼里，英伟达未来30年还不上钱的概率比那个全世界最赚钱的消费电子公司还要低。这事放5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一个被认为有周期的芯片公司，凭什么比卖 iPhone 的苹果还安全呢？答案是，债券市场已经不把英伟达当成芯片公司了。在他们的模型里，英伟达不再是那个随行业起落的硬件厂商，而是当成了数字时代的水电煤，一家基础设施级的公用事业公司。我之前一直跟朋友们讲，英伟达真正的护城河是它向全行业收过路费的能力，是那个谁都绕不开的收费站。现在债券市场用真金白银给这个收费站盖了一个章。股价会骗人，会被情绪推来推去，但债市这帮人押上30年本金算出来的利率不会骗人。这就是今天最值钱的一句话。但债市愿意便宜借钱，只是这场精算的前提。真正聪明的地方在于英伟达拿到这笔便宜钱之后要去办一件什么事，这件事才是整笔操作的核心。我们看英伟达的左手在干什么。就在今年5月，他的董事会做了2个决定。第一，新增了一笔8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授权，而且不设到期日。第二，把季度股息从每股1分钱
一口气提到了2毛5，足足是原来的25倍。800亿回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公司打算出800亿到市场上把自己的股票买回来，注销掉，股票总数变少了，每一股能分到的利润就变多了，股价自然被拖着往上走。这不是说说而已，我们把它过去几个季度实际回购的节奏拉出来，特别有意思。前年这个财年的2季度，它回购了大约121亿，3季度127亿，到4季度突然踩刹车，只回购了大约41亿。然后进入新财年的1季度，他猛地一脚油门到底，单季砸下了193亿回购股票，创了他历史上的最高纪录。为什么忽快忽慢呢？因为他的回购池子一度被打到了只剩385亿，眼看见底了，董事会立刻追加了那800亿。你能感觉到这种饥渴，公司账上现金太多了，他必须用很快的速度往外回购，否则利润越堆越高，反而把他的回报率给稀释了。好，现在把两边拼起来，左手是800亿，不设上限，而且越来越凶的回购，右手是200亿，成本才5%出头的低息偿债。你说这是巧合吗？这背后是一套教科书级的财技，叫做用债务优化资本结构。我尽量说简单点，公司有2种钱，一种是股东的钱，叫股权，一种是借来的钱，叫债务。对英伟达这种市盈率高高在上的公司，股东要的回报很高，股权其实是很贵的钱，而债务呢，利息能抵税，成本才5%出头，是很便宜的钱。用便宜的钱去替换贵的钱，公司整体的资金成本就被拉低了。这里我得跟朋友们说一个很关键，很多自媒体基本都说错了的细节。英伟达这次发债，文件里写的官方用途是一般公司用途，包括偿还和再融资现有票据。它具体指的是那笔2026年就要到期，利率3.2%，金额10亿的旧债。所以你不能说英伟达借了200亿拿去回购了，他没这么直说。但你把这几件事连起来，逻辑就通了。因为他本来完全可以用现金去还那笔到期的旧债，可他偏不，他选择发新债来滚动，这等于把本该用来还债的现金省了下来，放了出来。这笔被放出来的灵活性，就为他那800亿回购还有源源不断的扩张腾出了空间。说白了，他在用市场上最便宜的那笔钱，间接撑起自己最想干的那些最划算的事。如果你觉得这套打法有点眼熟，那你的感觉很准，因为这根本不是英伟达发明的。这套剧本，硅谷有家公司已经演了整整13年，这家公司是苹果。我们把时钟拨回2013年，那一年苹果账上趴着多少现金呢？1450亿美元，富可敌国。可就是这么有钱的苹果，那年4月干了一件震动市场的事，他发了170亿的公司债。在当时，这是全球企业史上最大的一笔发债。一个手握1450亿现金的公司，为什么要借钱呢？秘密藏在这笔钱的地理位置里。1450亿现金，有1023亿趴在海外子公司账上。按当时美国的税法，苹果要想把这笔海外的钱搬回美国，用来回购股票，得先交一笔重税。当时企业的税率是35%，算下来，光是把钱搬回家做回购，苹果就得白白交掉大约92亿的税。92亿凭空蒸发，苹果的财务官一算，这买卖太亏。
于是他做了个聪明的选择，海外的现金我不动，我在美国本土直接发低息债。当时利率那么低，发债的利息远小于那92亿的税，用借来的便宜钱回报股东，比把自己的钱搬回家划算太多了。这一发就停不下来了。从2013年那笔170亿开始，一直到2024年，苹果累计回购了大约6740亿的股票，把流通股本削减了大约41%。我换个角度让你感受这个力度。假设一家公司净利润10年1分钱没涨，但它把股票的数量砍掉一半，那它的每股收益光靠分母变小就能凭空翻1倍。这就是为什么过去10年，哪怕苹果净利润涨得没那么快，它的每股收益还能一路往上走。很大一部分不是业务涨出来的，是这套金融工程从报表上挤出来的。苹果开了头，微软马上跟上。微软2013年9月也批了一笔400亿的回购授权，走的是一模一样的路。所以你看，发债回购这件事对顶级科技巨头来说更像是一场成人礼。一家公司从一个靠业务往前冲的暴发户，进化到懂得用资本结构给股东赚钱的成熟巨头，这中间的分水岭往往就是他第一次大规模发债回购。英伟达走到今天这一步，本身就说明他从那个闷头卖芯片的成长股长成了一个会精打细算的成熟巨头。但故事讲到这儿，如果你以为英伟达只是在跟着苹果抄作业，那你就漏掉了2026年这场债市大戏里最关键的一个反差。因为今年跑去借钱的远不止英伟达一家。而英伟达借钱的姿势跟所有其他的巨头恰好是相反的。2026年上半年，整个科技圈都在疯狂的发债。我给你一组数字，就在今年前5个月， Google、亚马逊、Meta、微软、甲骨文这5家合计发了多少债呢？1590亿美元。这个数超过了他们从2020到2024整整5年的发债总和。摩根士丹利测算，2026年跟 AI 相关的债务会逼近5700亿，整个华尔街都在为 AI 这条路掏钱。但你仔细看每一家的姿势，差别就出来了。先看亚马逊，它3月一把发了370亿，是美国历史上不涉及并购的最大单笔公司债。它为什么要借这么多呢？因为它2026年的自由现金流被预期要变成负的120亿，它的钱正在被 AI 数据中心这个无底洞疯狂的烧。再看 Google， 它2月发了200亿，还发了一笔期限长达100年的债。100年意味着今天借钱的这批人到还钱那天基本都不在了。可即便借了这么多，到6月 Google 干脆把回购停了，反过来发了800亿的股票来筹钱。一家公司从买自己的股票变成卖自己的股票，这2个动作的方向完全相反。 Google 从买变成卖，是被算力开支逼到什么份上才会做的转向呢？还有甲骨文，他发了250亿债，可为了不让自己那个3个 B 的评级被下调，还得小心的搭着发股票来平衡，他是在借钱和保命之间走钢丝。看明白这几家了吗？他们的共同点，自由现金流被 AI 烧穿了，是切着钱硬扛着，咬牙也要借。他们是债市里掏了过路费借钱去修 AI 这条路的人。现在回过头看英伟达，他发债不是因为缺钱，他的自由现金流1季度就有近490亿，多借这200亿对他的资产负债表来说几乎没什么影响。他发债的唯一动机就是趁着信用利差
被压到冰点，借钱最便宜的这个窗口，顺手锁一笔便宜的长钱，同时避免在股价高位增发新股，稀释你们这些老股东。同样一份招股书，同样是发债，亚马逊、Google 是站在收费站的外面掏钱买路修路的人，而英伟达是坐在收费站里面，一边收着全行业的过路费，一边顺手把自己的融资成本也优化了的那个人。这才是发债等于实力，而不是等于虚弱的真正含义。别人借钱是为了活下去，为了不掉队。英伟达借钱是因为他的护城河强到连债券市场都抢着用最低的价格给他送钱。还记得我之前那期讲英伟达财报留的那个问题吗？2026年他还能不能维持那个吓人的增速呢？这次发债其实就是他从资本这一侧给出的回答。他在备粮，他在用最便宜的成本为下一轮还没到来的仗提前囤好弹药。当一家公司开始用资本结构而不是靠产品本身来赚钱的时候，他的身份就变了。他不再只是这轮 AI 浪潮里最大的受益者，他正在变成 AI 时代的一个金融主体。英伟达正在完成一次身份的跃迁，从那个卖铲子的人变成了坐在牌桌正中央的庄家。不过这个看起来无懈可击的故事也还有一个没解开的尾巴。英伟达这次借的是一笔30年的钱，可你想想，他卖的那些芯片，无论是 Blackwell 还是最新一代的 Rubin， 在账面上的折旧寿命通常也就5到6年。一笔30年才到期的债，压的却是只有5、6年寿命的芯片，这中间20多年的切口，最后由什么来填呢？是回购托起来的股价，还是一场我们现在还看不清的豪赌呢？我给你一个特别实在的建议，以后你再看到任何一家科技公司发债，别只看他借了多少，看2个东西。第一，看他的自由现金流是正是负。是正的，像英伟达，那大概率是趁低利率优化结构；是负的，像亚马逊，那就是正在烧钱硬扛。第二，看他一边发债，一边是在回购股票，还是在增发股票。一个在买，一个在卖，姿势完全相反。把这2个指标一套，你立马就能分清谁是坐着收税的，谁是掏钱修路的。那么屏幕前的你，如果你手里正拿着英伟达发债回购这件事，你当它是利好还是警报呢？为什么？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好了，如果今天这期视频让你对这家公司多看懂了一点点，记得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咱们下期再见。